30岁还不到的我，2年前做胃镜查出来萎缩瓣肠化，如今情况怎么样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秋裤。那么大家别看我好像平时吃得下、睡得着、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样子但其实我这个人呢，胃肠道功能不是特别好准确来说呢，应该说是胃功能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事情呢，要回到2年多前那个时候呢，我也是第一次做体检，然后体检出来呢，有一个指标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这个胃三项胃三项里面有一个指标呢是偏高了还是偏低了，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那个胃蛋白原1还是原2，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了，我平时胃好像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偶尔早上起来胃会有点像刺痛一样的，会刺痛一段时间，像什么嗳气打嗝还有反酸我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我想我的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比较惜命的我呢，去医院看了一下然后医生呢建议我说，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做一个胃镜，于是呢还胆大包天的做了一个正常胃镜。那首先呢，先给大家来看一下2年多前我做完胃镜后的一个报告。好，朋友们，我们看一下2年多前，也就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做的第一次胃镜我们看到这边很多呢都是正常的这是图片，哎呀，这个指头已经放的有点久了，皱起来了。然而当时初步结果呢是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然后那个时候想想呢，这个做出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医生告诉我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其实是在你里面取了2块活检出来的，然后活检呢大概过了1个礼拜我就拿到了这张病理的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幽门螺杆菌是没有的，但是呢在慢性胃炎这里我们看到是有加号的，然后在萎缩和肠化这里也是各有一个加号。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活检报告的时候心里面呢还是稍微小害怕了一下，毕竟呢我也是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说这个萎缩和肠化好像是不太好而且呢发生这2样的情况呢，一般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像我那个时候也就是20多岁想来想去呢都不敢相信自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呢我也是拿这个病理到医院给医生看了一下，医生看了也是感觉非常惊讶想你年纪这么小怎么会有这个肠化和萎缩呢？我就说可能是我平时可能喜欢吃的比较多，吃一些冰的、刺激的、辣的、油炸的什么，那个时候都是乱吃的，还有呢就是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我当时呢也是问医生，像我这个萎缩瓣肠化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逆转起来比较费劲。后来医生呢倒是蛮轻描淡写的告诉我说，没关系的，保持好心态嘛，在吃上面呢稍微控制一点，尽量以清淡为主，不要吃得太饱，细嚼慢咽。然后呢还给我配了一个中成药，让我回去先吃一个疗程。还记得那段时间回家之后真的是非常惜命吃的就是面条清水煮面条、青菜面条之类的，甚至连油都不敢放一滴。就那样吃了1个月之后呢，又到医院里面去复诊了。那个时候呢又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倒是说起来还是蛮持谨慎态度的，说你这个逆转起来还是要有点费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病没有这么容易看好的。那听完他这么一说呢，我的自信心又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想着哎呀，这个如果不能逆转的话，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往癌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也是当时问了这个医生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个医生说，哎呀，这个你想多了小伙子，往癌的方向呢确实还是差得蛮远的，你现在注意起来只要不要让它再继续恶化下去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这个也和你的基因和体质有关系但是我后来也是一想我家里也没这个家族史好像也跟基因呢没什么关系。后来这个医生呢又给我配了一定剂量的这个中成药，这次呢让我回去吃个半年，吃完呢就不用配药了，再过半年呢再过来复查。可以说这1年的养胃时间里面我整个人是瘦了蛮多的。就像很多人看我去年以及前年的视频说我怎么人好像很瘦，今年为什么这么胖？其实呢我现在这个状态才是比较正常的体型，之前比较瘦呢就是因为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导致的。那么1年之后呢，我也是做了复查给大家看一下我复查的结果。我们看一下复查时间是2021年4月6号，过了1年多这是初步的胃镜表面诊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还是阴性。然后呢活检这次是取了1块，初步诊断呢和上次一样也是慢性活动性胃炎。而取到这个活检报告呢倒是让我非常惊讶只剩一个慢性炎症1个加号了，萎缩和肠化加号都消失了。你看这个病理诊断结果就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哇，我看到真的是非常开心差点跳起来。然后我拿这个活检报告给这个医生看了一下，医生说，哇，你可以说是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还和我说，你下次过来复查呢，3年到5年都是可以的。
我当时啊真的是有点不敢相信，我还反复问医生啊，我真的是没问题了吗？他说目前来看啊是没什么问题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啊，这个心结啊真的是像一下子打开了一样。那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呢，这可能也是归功于我现在还是比较年轻的，它里面这个代谢，还有这个内脏的薄膜修复啊，还是代谢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呢，这1年里面啊，我对饮食方面确实还是比较注意的，那些比较刺激的、辣的、油炸的、冰的，基本上啊碰都不会去碰它。然后呢，吃东西也是比较细嚼慢咽的，吃一些比较软的、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再加上呢，定时服用医生给我配的这个药。但是话也说回来啊，这个虽然毛病是好了，但是你不能保证它以后会不会复发。毕竟自己年纪啊是一点点大起来了，以后想再逆转的话呢，可能这个效果啊就不是非常好了。那像我现在呢，还是依旧保持着一种吃东西啊比较注意的这么一种状态啊，像外卖我是坚决不会叫的。那吃东西呢也是稍微控制一点啊，偶尔吃一些这种油炸的、冰的，还有辣的，这个是没关系的，不要成天去吃它，这样呢会比较刺激你的胃黏膜。另外呢就是注意这个不要熬夜。那我相信只要是你的身体还算是比较健康的话呢，恢复起来也是比较快的。好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么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老早患过胃病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么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拜拜。